20世纪的战火里，有3场战役堪称生命收割机。这里没有侥幸，只有无休止的死亡；没有退路，只有用血肉堆砌的防线。每一块砖石都浸着鲜血，每一条街巷都堆着尸骸。他们是2战中最让人窒息的绝望战场。现在，就让我们揭开这3大战役的血腥面纱。淞沪会战，东方战场的铁血坚守。对于西方世界，2战始于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，但对于中国，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，早在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和淞沪战场便已拉开。1937年7月，日军占领平津后，将矛头直指华北与华东，妄图以速战速决吞并中国。为打破日军这一战略部署，牵制其华北攻势，同时争取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支持，中国军队主动选择在上海开辟战场。这场注定惨烈的战役就此酝酿。1937年8月13日，随着上海八字桥一声枪响，耗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正式爆发。彼时的上海，作为远东金融中心和国际通商口岸，高楼林立，河道纵横，却在战火中沦为血肉磨坊。中国军队抱着1寸山河1寸血的决心，先后投入70多万兵力，涵盖中央军精锐、地方军阀部队等。他们来自5湖4海，操着不同方言，却为了同一个信念奔赴战场。战役初期，中国军队发起主动攻势，第87师、第88师等德械师凭借过硬素质，一度突入日军租界外围防线，与日军陆战队展开逐街逐屋的争夺。但日军凭借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工事和海上舰炮的火力支援，死死守住阵地。相较于日军的现代化武器，中国军队明显处于劣势。部队以步兵为主，大多数仅装备少量汉阳造步枪，火炮、炮弹和子弹的供应严重不足，很多士兵人均炮弹不足10发，步枪子弹也仅够维持数次冲锋，重型武器更是寥寥无几。8月23日，战局因日军登陆发生逆转，日军第3师团、第11师团等精锐部队在川沙口、狮子岭、吴淞等地强行登陆，凭借舰炮、步兵、航空兵的立体攻击，撕开了中国军队的左翼防线。登陆后的日军迅速向内陆推进，形成对中国军队的侧后包抄之势，战场局势瞬间恶化。面对危局，中国军队展开顽强阻击，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。守卫宝山的第98师294旅583团3营，在营长姚子青的率领下，面对日军第11师团的疯狂进攻，坚守孤城7昼夜。他们用步枪、手榴弹对抗日军的坦克、飞机，在粮弹断绝、伤亡过半的情况下，依旧死战不退。最后时刻，姚子青营长拉响最后一枚手榴弹，与冲进城内的敌人同归于尽。全营500余名壮士仅1人生还，宝山县城随之陷落。但他们用生命延缓了日军的推进速度。另一处震撼人心的战场是四行仓库。1937年10月，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，第88师262旅524团一营在副团长谢晋元的率领下，奉命坚守四行仓库。这支仅有400余人的部队，对外宣称800壮士，凭借仓库的坚固墙体，抵御日军数万人的轮番进攻。他们在仓库楼顶升起国旗，彰显中国军人的不屈气节。上海市民隔着苏州河目睹这一幕，纷纷冒死传递粮食、药品，形成军民同心抗敌的悲壮场景。在坚守4昼夜，完成掩护任务后，800壮士奉命撤入公共租界，却被租界当局软禁长达4年之久。期间始终保持军人气节，拒绝日军诱降。随着双方援军不断投入，淞沪战场演变为世界罕见的高密度绞杀战场。中国军队集结了全国精锐兵力的80%，日军增兵至30万，在4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展开厘米级争夺。由于缺乏攻坚重炮，面对日军陆战队依托钢筋混凝土工事的顽抗，中国军队每天推进距离不超过200米，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数十上百人的伤亡代价。战役后期，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陷入绝境。江南的深秋寒意渐浓，很多士兵仍穿着单衣作战，医疗物资极度匮乏，伤员得不到及时救治，只能在战壕里忍受剧痛，死亡率极高，指挥体系也面临崩溃。排长林威受命接任团长，营长升任师长，基层军官伤亡殆尽，很多部队补充兵员高达5次之多，无数黄埔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魂归他乡，成为战役中最痛的牺牲。11月5日，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北岸金山卫登陆，从侧后包抄上海，中国军队防线彻底动摇。为避免全军覆没，统帅部下令全线撤退，部队在日军的追击下仓促西撤，沿途遭遇极大损失。11月12日，上海沦陷，淞沪会战正式结束。
斯大林格勒战役，东线的绞肉机。在斯大林格勒的前线，生命脆弱的不堪一击。一位母亲含辛茹苦养育20年的年轻士兵，刚踏上战场仅9分钟，就被德军榴弹击中，永远倒在了瓦砾堆中。战场损耗之快颠覆了所有战争认知。士兵存活超24小时，就能因经验与运气被提拔为连长，撑过2天可直接升任营长。若能熬过3天，甚至会因部队严重减员破格晋升为团长。一支满编上万人的步兵师，在这场绞杀中仅72小时就会被消耗殆尽，残部往往只剩数百人，需重新整编才能再战。1942年7月，纳粹德国为实现巴巴罗萨计划南线目标，将目光锁定斯大林格勒。这座城市是伏尔加河航运枢纽，更是通往高加索油田的门户。控制它，既能切断苏军能源补给，又能为进攻苏联腹地铺路。为此，德军集结以第6集团军为主力的兵力，辅以第4装甲集团军一部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，另有意大利、匈牙利军队负责侧翼掩护，总兵力约50万，配备近1000辆坦克与强击火炮。德国空军第4航空队的1000架战机提供空中支援。7月17日，德军向苏军外围防线发起猛攻，凭借装甲突击与空中优势突破层层阻击。8月底推进至斯大林格勒市区外围，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城市攻防战就此展开。整场战役中，苏德双方累计投入兵力超300万，坦克总数超3000辆，火炮与迫击炮合计约25万门。德军起初对市区实施地毯式空袭。8月23日当天，数百架德军轰炸机投下数千吨炸弹，伏尔加河沿岸的工厂、住宅瞬间化为火海，平民伤亡惨重。9月13日，德军主力攻入市区，地狱级巷战随即打响。不同于开阔地带的阵地战，巷战的争夺聚焦在每一条街道、每一座水塔，甚至每一个房间、每一段楼梯。最具代表性的巴甫洛夫大楼，由苏军下士巴甫洛夫带领11名士兵驻守，他们在楼内构筑交错火力点，利用断墙、暗坑掩护，顶住德军数十次冲锋，坚守58天，成为苏军顽强抵抗的象征。有时，一座残破楼房内，3楼是苏军，2楼是德军，1楼又重回苏军控制。楼外街道仍在拉锯，双方士兵常在同一栋楼内近距离搏杀。斯大林格勒彻底沦为人间炼狱。一向以闪电战横扫欧洲的德军，在这里遭遇苏军前所未有的抵抗。苏军将每栋建筑都化为防御工事，士兵利用地形周旋，从废墟缝隙发起突袭，让德军装甲优势无从发挥。即便德军想抢占一堆瓦砾当掩体，也要付出数十人伤亡的代价。争夺一个街角火力点，双方常会反复冲锋10几次，每一次进攻都伴随着密集炮火与士兵牺牲，每一寸土地都浸满鲜血。到11月初，德军虽占领90%城区，将苏军压缩至伏尔加河畔数公里宽的狭长地带，但自身也因兵力损耗、补给不足陷入攻势停滞，士兵士气在拉锯中持续下滑。此时，伏尔加河对岸的苏军援军正源源不断赶来，近卫第62集团军、近卫第64集团军等精锐部队，冒着德军炮火与空袭，乘坐木船、橡皮艇甚至囚渡渡河，有时河面被汽油弹引燃成火海，士兵即便身上着火也咬牙向对岸游。有的渡船被炮火击沉，落水士兵就抱着木板前进，上岸后立刻拿起武器投入战斗，几乎没有休整时间。这些援军的到来，为苏军反攻筑牢了根基。1942年11月19日，苏军发起天王星行动，北线由西南方面军在瓦图金大将指挥下，突破德军侧翼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防线。11月20日，南线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一部在叶廖缅科上将率领下，撕开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阵地。南北两路苏军以前行攻势向德军后方穿插，日军推进数十公里，击溃多支阻击部队。11月23日，两路苏军在卡拉奇镇会师，成功合围德军第6集团军主力及部分罗马尼亚援军，共计约25万人，彻底切断其补给线与退路。自此，苏军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反攻，战场天平开始倾斜，被合围的德军陷入绝境。斯大林格勒的严冬气温降至-20°C以下，德军缺乏冬装、食物与燃料，士兵靠少量马肉、面包鞋充饥，大量人因冻伤失去手指、脚趾甚至战斗力。坦克因缺燃料变成固定火力点，战机因缺油停在机场。希特勒下令不准撤退、不准投降，并派曼施坦因元帅率和集团军群解围，但该部推进至距贝维部队40公里处时，遭苏军顽强阻击，损失惨重，最终放弃解围。1943年1月31日，保卢斯在弹尽粮绝、部队崩溃之际，违背命令率德军南部集群投降。2月2日，
德军北部集群也宣布投降，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式结束。这场战役以苏军惨胜告终，代价却极为沉重，双方累计伤亡被俘超190万，其中苏军损失约110万，德军损失约80万。战前拥有约85万居民的斯大林格勒，战后仅存1500余名幸存者，城市建筑几乎全被炸毁，街道遍布弹坑与废墟。柏林战役，帝国的终章。当喀秋莎的炮火撕裂柏林的夜空，没有人知道这场战役会吞噬多少生命，只知道这是终结纳粹暴政的最后一战，要么胜利，要么毁灭。1945年4月16日，二战欧洲战场的终局之战正式爆发，苏军集结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、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等精锐力量，总兵力达250万，配备6000辆坦克、4万门火炮及7500架作战飞机，组成的钢铁洪流从东南两面夹击柏林。此时的纳粹德国已是强弩之末，西线盟军突破莱茵河防线，兵锋直指伊北河，与苏军形成东西合围之势。而希特勒仍深陷狂热幻想，拒绝任何投降提议，下令将柏林打造成永不陷落的堡垒，甚至强征15岁以上、60岁以下的平民编入人民冲锋队。这些临时拼凑的兵力缺乏系统训练，大多只配备老旧步枪或反坦克手榴弹，却被驱赶到前线充当炮灰。仅头一周就有近10万人伤亡，成为纳粹独裁的牺牲品。困守柏林的德军总兵力约80万人，配备1500辆坦克、1万门火炮和3300架飞机。核心战力多为党卫军残部与疲惫的国防军，他们构建的3道防御圈极具针对性，外层依托奥德和尼斯河的天然屏障，挖掘5米深的反坦克壕沟，铺设近100万枚地雷，甚至将河流闸门打开，淹没低洼地带形成水障。中层以柏林郊区的村镇为节点，将农舍厂房改造成防御支点，屋顶架设机枪阵地，墙角布满炸药包。内层则利用柏林市区的密集建筑，形成纵横交错的巷战网络。德军还炸毁了所有跨河桥梁，在街道设置混凝土路障与铁丝网，甚至将地铁隧道改为弹药库和避难所，妄图以全民皆兵的死战姿态负隅顽抗。4月16日凌晨5时，苏军的总攻在140多部探照灯的强光照射下骤然打响，上千门喀秋莎火箭炮同时齐射，炮弹如红色暴雨般倾泻而下。30分钟内50万发炮弹将德军前沿阵地反复离钢，地面被炸得沟壑纵横，焦土温度足以引燃衣物。但德军在泽洛夫高地的抵抗远超预期。这片柏林门户地势陡峭，德军部署了3个师的兵力与大量暗堡，暗堡顶部覆盖厚达1米的混凝土，苏军的炮火难以摧毁。苏军首次冲锋便遭遇重创，坦克被反坦克炮逐一击中，步兵在开阔地带暴露在火力下，第一天伤亡就达3万余人。周可夫元帅紧急调整战术，放弃正面强攻，转而调集坦克集团军从侧翼迂回，同时命令轰炸机群对高地实施持续8小时的饱和轰炸。工兵部队在夜间匍匐前进，用炸药包炸毁暗堡出入口。经过4天4夜的血腥拉锯，终于在4月20日攻克泽洛夫高地，打开了通往柏林市区的咽喉要道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时西线盟军与苏军的战略配合已进入关键阶段。艾森豪威尔深知柏林战役的惨烈，为避免盟军付出巨大伤亡，决定让苏军承担主攻任务，盟军则向慕尼黑、维也纳方向推进，切断德军残余力量的增援通道。这种战略分工既体现了反法西斯同盟的协同作战，也为战后欧洲格局埋下了伏笔。而柏林城内，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已濒临崩溃，他在总理府地下室中仍沉迷于虚假的战报，拒绝撤离，甚至下令处决叛国者。直到4月30日，在苏军逼近总理府的枪声中，希特勒与妻子艾娃·布劳恩自杀身亡，遗体被下属焚烧，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。进入市区后，巷战的惨烈程度刷新了战争史记录。德军采用老鼠战战术，士兵化整为零潜伏在断壁残垣中，用铁拳反坦克火箭筒近距离伏击苏军 T-34坦克。这种单兵武器虽简陋，却能在50米内击穿坦克装甲。苏军每天都有上百辆坦克被摧毁。德军还组织自杀式突击队，由党卫军狂热分子组成，怀揣炸药包冲向敌军集群，造成苏军不小伤亡。苏军则以火焰喷射器加工兵加步兵的组合战术应对，工兵用爆破筒炸开房屋墙体，火焰喷射器肃清地下室残底，步兵逐屋搜索。每一栋楼房的争夺都要经过数小时的激战。国会大厦的攻坚战尤为惨烈，德军党卫军诺德兰师凭借复杂的内部结构顽强死守，楼梯间堆满沙袋，房间里布满机枪火力点。苏军士兵需要踩着战友的遗体逐层推进，墙壁上的弹孔密集到能连成一片。1945年5月1日，
苏军士兵叶格罗夫和坎塔里亚将一面红旗插上国会大厦穹顶，这一画面成为二战欧洲战场胜利的标志性瞬间。而此时大厦内仍有德军在负隅顽抗，直到次日才完全肃清。战役期间，柏林平民的命运同样悲惨，数十万市民躲进地铁隧道、地下室等临时避难所，隧道内拥挤不堪，缺乏食物和饮用水，卫生条件极差，痢疾、霍乱等传染病蔓延，许多平民在炮火中丧生，还有人被卷入巷战，成为双方交火的牺牲品。苏军进城后虽尽力维持秩序，但部分士兵因复仇情绪出现的过激行为，让柏林市民陷入恐慌。直到5月2日后，苏军成立临时管理机构，发放救济粮，抢修水电设施，柏林才逐渐恢复基本秩序。整个战役期间，苏德双方累计伤亡超200万人，其中苏军伤亡130余万人，德军伤亡及被俘70余万人。柏林市区沦为一片废墟，80%的建筑被摧毁，街道上遍布坦克残骸与遗体，施普雷河被鲜血染成暗红。